谢世子，还未成亲，你便要求我答应为你纳妾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如霜已经够委屈了，为了我们成亲，她都搬到了别院避你的锋芒，难道你不应该感恩吗？我答应她，只委屈这一次，你过门后便操持纳妾之事吧。我让你们去百味馆买如霜喜欢的桂花糕，你们买好了没有？还有城南的酥点和软脑，她最是喜欢的，你们必须办妥了。放心吧，世子爷，如霜姑娘用的吃的都打点好了，和侯夫人的用度是一样的。姑娘，要不咱们不嫁了？不嫁？哪有这么简单？皇上忌惮父亲的兵权，所以把我赐婚给谢知远，为的是制衡父亲的兵权，岂会容我说不嫁就不嫁？先前倒是打听过她这青梅，因是宦官之女，靖远侯夫人说什么也不肯留她。谢知远以婚事要挟，才将人留下养在别院。我本不欲多加理会的，但他既非要在新婚之夜打我的脸，那就都别好过了。靖远侯府这不是欺负小姐在京中无人撑腰吗？大婚之夜居然去陪一个外室，我们小姐可怎么办？以后难道还要看外室的脸色过日子不成？小姐，大不了咱们不嫁了，等将军回来为小姐做主，断不会让小姐白白受了委屈。受委屈？我与你兄长为国为民流血流汗，为的是护国家安危，护家中妻儿不受人欺辱。谁也不能欺负我的女儿，就算是皇上，也不能让你受委屈。我当然不能受委屈，也不能让谢知远这么打我沈家的脸。我嫁进来，代表的是镇国将军的颜面，也是皇家赏的颜面。既然这门婚事是皇上所赐，父亲不在京中，我受了委屈，自然要找皇上做主。来人，备马车，去宫门。侯爷夫人，不好了！世子夫人叫人备了马车，要进宫找皇上做主，说是要取消婚事。瞎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世子夫人带着陪嫁的人已上了马车去宫里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世子呢？怎么不拦着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怎可胡办？世子刚接到消息，说如霜姑娘在别院绝食晕倒，早都骑马去了别院，不在侯府。胡闹！今日是世子大婚，他怎么敢扔下沈家小姐去别院？早就听说世子在外面养了个外室，宠得如珠似宝啊。什么外室？原来一直养在府里的，是以前礼部那个顾大人的嫡女，被发配的时候，世子花重金保了下来，一直养在家。满京城谁不知道他偏爱顾如霜？沈小姐也是可怜，偏偏嫁了这么一个人，心里装着全是别人。这可是新婚之夜啊，他就敢抛下新娘子去看外室，这让镇国将军长好胆量好气魄，去宫里让皇上做主，此举妙矣。镇国将军府和靖远侯府联姻，可是全京城都知道的大事。这新婚夜，新娘穿着凤冠霞帔夜叩宫门，你们说靖远侯府的天是不是要塌了？马上派人把世子夫人拦下来，再派人去别院把世子叫回来。他若不回，把世子和那个外室一起给我绑回来。夫人，世子夫人带着的侍卫是镇国将军的亲卫，我们的人根本不是对手，咱们拦了拦不住啊。臣女镇国将军嫡女沈玉少，求陛下做主，取消臣女与靖远侯世子的婚事。报！何事？禀告陛下，镇国将军之女沈小姐带着圣旨，正跪在宫门外，请求取消与靖远侯世子的婚事。发生了何事？回陛下，靖远侯世子在新婚夜抛下沈小姐去看外室了，如此行径，也难怪沈小姐要夜跪宫门了。岂有此理！靖远侯府是连朕也不放在眼里了吗？沈玉韶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要把靖远侯死的脸都丢尽？就因为我离开新房了去照顾如霜，你就要这样来逼我？你怎么敢在大婚之夜跪宫门闹事？世子都敢在大婚之夜闹事，
不顾侯府的颜面去和外室过洞房花烛，我有何不敢？姐姐，都是如霜的错。我没想到世子会在新婚之夜抛下姐姐去寻我，我身份低微，却惹出这样的事，请姐姐恕罪。我本是想只身一人离开这世间，绝不打扰姐姐和世子的婚事，可我终究是舍不得世子，求姐姐不要为难世子。都是如霜的错，只求姐姐，只要姐姐肯应与如霜一个位分，如霜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如霜，你不必跪他，我说过会照顾你一生一世的。世子，我是犯官之女，若无主母的点头，我进侯府便是一个死字，我怎么能让世子为难？夫人今日贵宫门是埋怨世子，如霜只求姐姐回府吧，何必让世子为难？如霜求你了。沈玉少，如霜这样求你，你仍要不依不饶吗？世子心爱之人是我，你说，我若在你身边晕过去，又被诊出喜脉，到时候你在侯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？侯爷和夫人再不喜欢我，也会心疼侯府的孙子，对不对？果真是白莲花般的人物，居然敢用子嗣威胁我，怀上了是吧？我正愁没机会告状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与世子珠胎暗箭！你们！来人！救命啊！靖远侯世子和外室把我们小姐活活气死了！宣，镇国将军嫡女沈玉韶，靖远侯世子谢知远觐见。世子，妾身陪你一起去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说陪着一起进宫？你以为宫城是你家后院吗？既然你想陪着世子，那便跪在宫门前，等世子出来吧。臣女沈玉少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，请皇上皇后娘娘给臣女做主。皇上赐婚，臣女奉圣谕嫁进靖远侯府，可是世子却在新婚之夜把我抛下去陪一个外室，这是打我将军府的脸，也是打皇上的脸啊！传靖远侯和夫人进宫，朕要看看靖远侯府干的好事。是。求皇上开恩啊！都是犬子干的糊涂事儿，被那个女人迷昏了头。臣一定处理好家事，不让皇上忧心，不让沈家小姐受委屈。若你们谢家有心想处理此事，沈小姐今晚就不会跪在宫门前。只怕如今这事啊，传得满京城都是了，已不是你一家之事。都是臣妇教子无方，没有管好内宅。臣妇保证一定会给玉少一个交代，不会让那个如霜再出现破坏他们小夫妻的感情。求皇上开恩，如霜如今肚子里已有了我的骨肉，这也是靖远侯府的长孙，求皇上皇后娘娘网开一面。逆子，你怎么敢让他有孕？他连妾室都不是，你的正室夫人刚过门，你怎么敢让外室有孕？臣女自幼学规训，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，但是却也做不到成亲当日让未来湘君如此打脸。靖远侯世子既然与顾如霜两情相悦，并且珠胎暗成，臣女不想拆散他们，也不想自己委屈。父亲在给臣女的信中说过，他不能回京送嫁，只愿臣女幸福美满。臣女不愿意委屈，也不想负了父一片爱女之心，求皇上看在臣女父亲为国鞠躬尽瘁的面上，取消赐婚。求皇上开恩，取消婚约。此事是臣对不起沈家小姐。取消婚约后，给沈家的聘礼谢家不会收回，只当给沈小姐的添妆。镇国将军父子为国征战十几数，朕总不能让他们寒了心。沈玉烧的请求，朕允了。除了聘礼，靖远侯需给沈家小姐1万两银子作为赔偿，明日便把银子给到镇国将军府去。皇后，靖远侯世子及那位外室剩下的事，
就交由你处理吧。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气得朕头疼。顾如霜，跟咱家来吧。世子，求皇后娘娘成全。好一个我见犹怜，难怪世子失了分寸，做下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顾如霜，你可知世子为了你和沈小姐退了亲？听说你还有了身孕。臣女并不想破坏世子和沈小姐的婚事，臣女只是想跟在世子身边为奴为婢，什么也不求。什么也不求，真是一个痴心人。好吧，本宫成全你。来人，端酒来，本宫便祝你们二位白头偕老吧。谢娘娘成全。但是顾如霜，你是范禅之女，不可为正室。你可知晓，就算你进了侯府，也只能是一个妾室。臣女明白。好，你们不后悔就行，出宫去吧。如霜，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现在便和我一起回府吧。来人，把嫁妆清点清楚，随我一起抬回将军府。是，小姐。给姨娘收拾出院子来，让她好好休息。姐姐，都怪如霜不好，若不是我，姐姐也不必退亲。姐姐，你输了。顾小姐，只有你把世子当作宝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一个没用的东西。这种男人送给你了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哎呦，世子，我肚子好疼啊！我可没碰你，你少碰瓷。不好了，姨娘小产了！听说了吗？谢世子为一个犯官之女退婚镇国将军之女，真是深情啊！听说那外室刚回靖远侯府就小产了，世子要为我做主啊！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没能保住，这可是侯府的长孙世子。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吧？娘子身体本就虚弱，又奔波劳累这许久，才会小产，日后也怕是很难有孕了。世子，孩子一直都好好的，我怎么会突然小产啊？一定是沈玉少。那日我下了马车，只靠近过他，一定是他带了害人的香料，他好狠毒的心肠啊！陛下这是恼了我了，才默许皇后这样惩罚吗？不，万一不是呢？万一只是意外呢？孩子没了，他竟维护沈玉韶。别说了，只当什么也没发生。你好好养身体。世子，侯爷和夫人有请。带路吧。跪下！逆子，侯府的声誉都被你败坏了。为了一个犯官之女，你是不是要把侯府害死？大婚之日做出这样的事，你是让靖远侯府和镇国将军府结死仇啊！皇上让你联姻，是给靖远侯府效忠的机会，而你抗旨不遵，只会让陛下觉得这是靖远侯府的意思，是我的意思。他会以为我们不愿意听从效忠陛下，不愿意做制衡镇国将军府的棋子，从此我们靖远侯府只会被皇上厌弃，再也没有希望了。给我跪在这儿好好反省，我自会给你安排一门亲事。若你再敢为了顾如霜做出大逆不道之事，你便滚出谢家。这个世子，我换人当。
银子收下，就让他们走吧。跟靖远侯夫人说，从此两家再无瓜葛，也不必再见。这世子怎么搞的？刚签婚闹得满城风雨。你还不知道啊？沈家小姐昨天可是跪到宫门外去了，要皇上做主，取消和侯府的婚约。世子，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儿报仇啊！报什么仇？是皇后娘娘赏你的酒里下了药，我因为你抗旨，这便是皇后娘娘的惩罚。若非你闹绝食，非要在我成亲当日闹出这样的事，何至于到今日这个地步？整个侯府都被你拖累了。他以为是皇后，不，就这样，不是偏袒沈玉韶就好，不是就好。小姐又何必把那1万两和嫁妆都拿来建马场呢？陈叔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这马场一来可以帮陛下养马，二来我只让女子进，就能同京中贵女们交好。那些马场都只让男子进，女子就只能来我这儿，自然也亏不了了。到时候先去草原边境购置素养一些温顺的小马家，用来接待京中贵女们。马场总要有守卫，有驯马的，那因伤无法上战场的士兵也可以多一份生计。一箭三雕，岂不乐哉？难怪是不被人喜欢，宁可要娶外室也不要她，天天在外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仗着是镇国将军的女儿，便行着狂妄之事。女子开马场，闻所未闻，简直给我们贵女丢脸。李小姐，女子为何不能开场？我的马场安全私密，各位姐妹都很喜欢，只有女子能进，外男从不能进入。何为抛头露面？难道李小姐是见不得人吗？你胡说什么？玉韶的马场我们很喜欢，不用担心外男嘲笑我们骑射不好，在那里我们可以放心的展现自己。你不喜欢是你的事，为何要对别人指指点点？他开马场的钱都是人家靖远侯府的银子，好不要脸！原来李小姐是替靖远侯府来打抱不平了。可是那1万两银子是皇上让她赔偿的，李小姐不满就是不满皇上的旨意是吗？何况那是靖远侯府赔的银子，与你何干？难不成李小姐喜欢靖远侯世子？你这种被退了婚的女人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我都羞于与你一席。玉韶是我的客人，参见长乐公主。是谁对我的客人不满，那就离开吧。臣女只是看不惯沈玉韶这种满身铜臭的女人，让她站在我们中间，都让我们一身铜臭味。一身铜血味儿。那李小姐可知，这次边关的骑兵马匹急缺，战事又急，是玉少将他马场养的宝马全捐出来给了朝廷，解了燃眉之急。这样的义举，确实是你这种贵女做不出来的。怕是李小姐只会关心胭脂水粉吧？连皇上都夸玉韶心怀家国，有民族大义。你不过是想出风头，让世子再喜欢你罢了。莫名其妙，谁想惹他的注意啊？刚才我被他如此下脸，世子却不帮我，难道世子心里还装着沈玉少吗？若是如此，也不必再去城阳伯府提亲了。我们还未定亲，我怎么好出口相帮？这让人知晓又要笑话你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我心里装着一直都是你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我为了你把如霜也送走了，姨娘通房一个也没有。
玉韶，你还好吗？我自然好得很，离开你，我更好的不得了。玉韶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去求父亲再去请旨，让皇上给我们赐婚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的。世子误会了，我与你退了婚事，从此再无干系。你与李小姐快要定亲了，世子也该一心一意对李小姐才是。你知我不喜欢这样的女子，刁蛮骄横。若不是她家世在那儿，我怎么会愿意娶她？知远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原来一直都不想娶我。你听我解释。鱼与熊掌都想要，谢之南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自己做的孽自己承担吧。既如此，两家婚事不妨就这样定下来。亲家觉得如何？依我看，下月18是个好日子，时间也充足。咱爷俩是多近啊！就算志远哥哥对我不满，结了婚还怕笼络不住他的心吗？这侯夫人的位置，我一定做得稳稳当当的。小姐，靖远侯府又出事儿了。你怎么这么关注他们家的事？说吧，又怎么了？哼，谁叫那谢世子羞辱小姐的？我就是看不惯他们。那谢世子不是和李玉儿成亲了吗？结果李玉儿骄纵得很，谢世子忍无可忍，前2天把顾如霜从庄子上接回来了。他们成亲都还不到1个月。是呀，要不说顾如霜有手段呢，现在可是独得专宠。那李玉儿也不是软柿子，在侯府闹得不可开交。总之，靖远侯府现在可热闹了。母亲，我也是谢家求娶回来的，夫君却宠妾灭妻，若他还是如此，不如放我回家去。将那顾如霜叫来。夫人冤枉啊，是夫君来我房里，女子出嫁以夫为天，我怎么敢忤逆夫君啊？而且为侯爷开枝散叶也是妾身该做的事，妾身也只是想为侯府添丁而已，绝无其他想法。反正我绝嗣的事无人知晓，世子又以为陛下不准我生子，提都不敢提这事。夫人，夫君不愿意碰你，愿意宿在妾身屋里。如果我可以怀了一儿半女，到时候也是叫你一声嫡母的啊。好你个顾如霜，你敢笑话我！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李玉儿，你是名门淑女，你怎么能像个泼妇一样打架？你怎么当世子夫人？哼！小姐，小姐，靖远侯府又出事了，这次是天大的事儿。什么大事啊？就是谢世子为了顾如霜罚李玉儿禁足思过，李玉儿禁足的时候越想越气，结果就动了胎气，灌了几十药下去也没有保住。城阳伯府的人听说了之后，当天就冲进顾如霜院子里打砸一通，还将人送到官府，说他蓄意谋害侯府子嗣。现在城阳伯府和靖远侯府闹得不可开交，城阳伯扔下一封和离书，就把李玉儿接走了。这顾如霜真是祸害。我看祸害是谢知远才对，既要又要，还纵容顾如霜挑衅李玉儿。他但凡给了李玉儿正妻该有的尊重，也不会如此。这种人娶谁都会家宅不宁的。好了好了，快收拾行囊，过几日圣旨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去找父亲和哥哥了。臣要弹劾靖远侯世子宠妾灭妻，品行败坏。靖远侯教子无方，德行有失。靖远侯闭门思过，罚封1年，剥夺谢知远所有官职头衔，勒令其居家反省，不得出府。
还有那顾如霜，流放3000里，充作苦役。玉儿，我错了，你出来见见我吧，玉儿。去，我们府里现在不欢迎你。今日各位宗亲见证，逆子谢知远即日起逐出侯府，立刻返乡，永生不得踏回京城半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兹有镇国将军之女沈玉绍捐良驹1000匹，布役家国，特封为平乐县主，特许尔婚嫁之事，悉由自主，不拘礼制。钦此。小姐，该出发了。韶儿，爹，哥哥，我好想你们。在京城的所作所为，为父尽数听闻。赶新婚夜跪城门请旨退婚，不靠依附夫家立身，自开马场造福女子，捐马助军，不愧是我沈家儿女，承袭沈家世代风骨。县主，城关守门兵士来报，城门外有人自称靖远侯世子谢知远，衣衫破败，想要求见您，已经在城关外等候大半日了。此人怎么阴魂不散？当初是他亲手舍弃小姐，如今侯府败落，被侯爷驱逐出京，落魄了才想起攀附，脸皮实在太厚。我与谢家早已凭圣旨断绝婚约，银钱两清，再无半分牵扯。传令守门士卒，不许他踏入城关半步。告知他，我不见客，任其自行离去。若是纠缠不休，便以游荡间隙论处，押送出境。是。玉韶，求你发善心收留我，我知错了。当初被顾如霜花言巧语蒙骗心智，新婚弃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错事。现下我无正室，孤身一人，只求你原谅过往，让我留在身边，做不做揖我都心甘情愿。谢知远，晚了。大婚当夜你奔赴别院，朝堂之上你恳请皇上废除婚约的时候，沈家的体面，皇家的颜面被你一招践踏。这比这早在陛下落笔取消婚约时就已然了解。我知道我从前混账，可我已经吃过苦头了。顾如霜流放，李玉儿和离，侯府日渐衰败，我一无所有。放眼天下，唯有你能拉我一把。只要你肯接纳我，我发誓以后绝不纳妾，余生一心一意侍奉你。我沈玉绍不缺仆从，更不需要薄情寡义、拎不清是非的枕边人。来人，将此人连夜拖押出镇北关，严令边关所有款甲永世禁止谢知远入境。少，我真的知错了，玉少。小姐，此人屡教不改，不必为他烦心。我只是在想，他怎么会到边关来？你让人打探一下顾如霜的情况。东边的马场经营得很好，后日会新进一批。报，小姐，顾如霜流放途中被数十名北狄人劫走了，存活的官兵说他们往北狄王庭方向走的。王爷，沈玉韶的马场是沈家军战马来源命脉，只要毁掉马场，边关骑兵无马可用，沈义父子就如同被斩断臂掌。我熟历沈家行事风度，愿亲自潜入关内布局。事成之后，只求王爷助我手刃沈玉韶，大仇得报。你借前朝罪臣孤女，空口白话，凭什么让本王信你？若是办事失利，本王随时能将你扔去荒漠喂野狼。我以性命立誓。我自幼长在京城，清楚沈玉劳行事习惯。
他几乎每日午后亲赴马场巡查，正是下手良机。何况王爷救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一点吗？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本王就给你300精锐和王庭秘药，另赠金银绸缎。事成之后还有重谢，若不成，哼，也不必我动手。谢王爷成全。小姐，西马场20余匹牧产母马接连倒地，口鼻不断流淌黑血，片刻便气绝身亡。负责照料马匹的2名杂役不见了踪影。怎么回事？县主，这是北狄独有的细骨奇毒，只有北狄王室才能大批量弄到。是顾如霜，他勾结北狄，意图断我军战马补给。去找父亲和哥哥。父亲，请拨500轻金，我即刻待定全城搜捕，掘地3尺也要揪出顾如霜，剿灭潜藏在关内的北毒细作。不可贸然全城大搜，北狄或许正等着我们大肆调兵搜城，趁机突袭城关。顾如霜一心盯着我，不如由我做饵。杨庄马场接连受损，心神慌乱，独自前往东马场坐镇，引他现身。萧策近日奉皇命押送粮草赶赴边关，北狄还不知道这个事，到时候让他率领麾下亲兵精锐隐藏暗处埋伏，只要顾如霜动手，便能将其一网打尽。万事谨慎，萧策领兵在外埋伏，贴身护卫交由沈家精锐，万万不可以身涉险。听说了吗？西马场接连中毒损马，平乐县主心绪焦灼，近日带20名亲卫驻守在东马场，清点幸存种马呢。真的假的？你没看最近东马场多了好多驻兵吗？沈玉韶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我在荒漠受苦流放，被人百般折辱，所有苦楚全都要你用性命偿还！毁掉你的马场，断掉沈家军战马，北狄大军攻破镇北关，我便是开国功臣！顾如霜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当初只罚你流放已是皇家仁厚，谢知远倾尽侯府财力护你多年，你不知感恩，反倒贪心不足，勾结外敌，叛国通敌，乃是诛九族的重罪。今日你插翅难飞，动手！斩杀沈玉韶！可有受伤？多谢萧世子及时领兵驰援。沈玉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一辈子困在仇恨里，终究是毁了自己。来人，押下去，3日后于边关教场公开审判，依大晋路法处置。人犯顾如霜，前礼部侍郎之女，犯官家属，蒙朝廷恩赦，免于斩首，流放边关，却不思悔改，勾结外敌，谋害军用战马，刺杀朝廷县主，条条罪行，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齐全。依照大晋刑律，勾结外敌，谋害军需，刺杀朝廷命官，判处绞刑，即刻行刑。以境边关内外所有叛国细作。如霜没了，全都没了，我错了。他怎么处置？他未参与通敌叛国，只是心神错乱，遣亲兵送出关外，交由边境异族遣返原籍，自生自灭即可。
传朕旨意，沈家镇守边关有功，加封沈毅为镇国公，世袭爵位。沈玉衡擢升定远将军，赏黄金3000两。平乐县主晋封平乐长公主，10亿千户，萧策押运粮草，协助破获叛国大案，立下大功。册封镇北将军，协助沈毅协理边关班务。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边关急报，镇国公大败北狄凯旋，北狄求和。北狄承诺3年不再犯边，永不越境劫掠，开放边境互市，进贡牛羊马匹，彻底臣服求和。长公主近日越发忙碌了，既要看顾马场，又要开设女子医馆。萧将军也不遑多让啊，兵练好了？自然，不然怎么有空来送羊汤呢？尝尝吧。看来味道不错。哪儿找的厨子？改天引荐给我呗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公主想喝，我随时都能给你做。军中要务，我先走了。萧将军这几日一有空就来找小姐呢。萧将军事事惦记小姐，放眼整个边关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般上心的郎君了。从前谢世子嘴上说着偏爱，实则遇事只顾他的白月光，两相一比，高下立判。小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说，是你的时间太多了，马场没事干了就去医馆。萧策出身定国公府，家世清白，品行端方，文武兼备，难得对少儿一片真心。若是两人情投意合，便是沈家天大的喜事。孩儿想着先前靖远侯府那事儿，怕妹妹所托非人，就去问过萧策。萧策倒是说非韶儿不娶，也绝不相负。但想等韶儿答应了再提婚事。是，少爷彻底失踪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沈家在暗中囤积粮草，驯养战马，意图谋逆呢。你这算什么？那沈玉韶还私设马场，暗中与草原部落通商，收敛巨额财富呢。臣要参平乐长公主私德有愧，未婚便与镇北将军私相授受。臣也要参长公主与胡人通商，有私自敛财之疑。陛下，沈家远在边关，手握重兵，又设马场，臣怀疑沈家有不臣之心。急召平乐长公主与镇北将军回京，镇国公与定远将军停职查办，手中事务由定国公暂代。定国公暂代，陛下这是根本没信这些弹劾呢，你信吗？不必忧心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回京金銮殿上，我陪你一同对质百官，澄清所有污蔑。行，马场就交给你打理，医馆我交给珠儿。若他那边有什么问题，还请多多照顾一二。若有人闹事，直接找父亲。是。就是那位平乐长君主啊！听说和边关镇北将军暗通相许，还撺掇父兄囤积军马，图谋不轨。原先被靖远侯世子退婚，心里记恨世家，接着开马场大肆敛财，野心不小啊！皇上还要召他入宫问话，怕是沈家这次要栽大跟头喽。小姐，近1个月来，京中流言四起，不少昔日交好的世家刻意疏远咱们府，连先前常来马场聚会的贵女都碍于流言不敢登门了。定国公那边也受到牵连，不少官员顺带参奏定国公教子不严。定国公夫人现在愧疚的不行，觉得是他引荐萧策去边关，
才牵连到了你。不过你别担心，皇上早已暗中派人查清幕后造谣之人，明日据实回话即可。皇上心中自有分寸。沈玉少、萧策，百官接连递折田和儿等，今日当堂逐一辩驳，说清各项指控。陛下，平乐长公主沈玉少常年在外抛头露面开设马场，与镇北将军萧策未经婚拜便朝夕相处，违背女子礼教。沈氏一族窘用边关重兵，私自繁育上万战马，囤积粮草，暗通草原半落，私收金银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臣女逐条回禀陛下。第一，臣女开设女子马场，初衷是打破世俗桎梏，给京城边关女子谋生休闲之地。边关战事吃紧之时，无偿捐赠1000余优良战马支援前线，此事兵部有在册记录，陛下亦可翻阅往年军需账目，何来借马场敛财一说？第二，臣女与萧将军往来，全是为边关战马调配粮草、统筹等要事，身边常年带着数十名随从亲卫，全程光明磊落，何来秽乱礼教？臣女受皇上赐封长公主，婚配自主，若心意相投，明媒正娶，合乎礼律，何至于偷偷摸摸？第三，臣女与草原部落通商，皆是遵照朝廷忽视律法，所有贸易经由边关官府报备收税，收益大半投入女子医馆与孤女教养，分毫没有私通。家父与兄长驻守边关数十年，沈家3代满门忠烈，何谓凭空被扣上谋逆罪名？臣与长公主相交坦荡，心中爱慕，愿3书6礼明媒正娶迎娶长公主，绝无苟且私通之事。定国公府世代效忠皇室，臣驻守边关所有行动全凭陛下旨意，各项经备调度文书一应无权，恳请陛下彻查造谣官员。一众朝臣仅凭市井流言，便敢陷害忠良，靖远侯旧党捏造罪状，污蔑功臣。即日起，所有带头造谣弹劾之人，全部革去官职，抄查府邸，流放偏远蛮荒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任职。既然萧策说爱慕你，想娶你，你意下如何呢？臣女是愿意的。哈哈哈哈，那朕就择良辰吉日，正式下旨赐婚，成全这段良缘。当年靖远侯府大婚受的委屈，本宫历历在目。如今你觅得良人，风光大嫁，总算苦尽甘来。萧策品行可靠，定不会如谢知远那般薄情寡容。往后安心相夫，兼顾自身事业，皇家永远是你的靠山。长公主这是二嫁了吧？哪里就二嫁了？前头那个可没成，也不配我们长公主。少儿，今日你风光大嫁，往后他若敢负你，你依旧不必怕，爹爹永远给你撑腰。还有你兄长呢，天塌下来有父兄替你扛着。平乐长公主大婚，万民同喜。看真的好，我真的。这个才是他想起来的。